大家好，这是赤霄 S15赛季第一期比较正式的阵容教学。主宰卡莎，卡莎是一张在开服赤霄就重点留意的牌。作为 S15赛季唯一一张可以无限成长的卡，构筑阵容的潜力是巨大的。在研究完装备思路和阵容构筑之后，还为中反复测试该阵容的强度，一共玩了5把卡莎，打出了排名为11312的战绩，平均排名来到恐怖的 1.75。几乎把把都在前2，这足以说明这是一套冷门但足够强势的阵容。现在就让我们正式开启卡莎阵容的教学。好，我们简单讲一下卡莎这套阵容的构筑。我们会在6级上这6个义子来，开出一套围绕卡莎的闭环羁绊，然后我们需要在6级追3星的门多和3星的卡莎。这里需要留意一下，3星的位不是不可以，但是3星的位相较于门多而言，坦度会差很多。所以在门多可以3星的情况下，尽量让门多3星。其次是诺手和乌迪尔这2张卡。诺手这张卡在这套阵容里纯粹起到的是一个拼羁绊的效果，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追这张卡的3星。乌迪尔这张卡因为现在拿的人比较多，所以很多时候都3不了，但是数量多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追一下。在追出前排和后排的双3之后，我们要开始上人口。7级可以优先上一个摔跤手的纳尔，这样可以给门多提供一个拖战的效果来。如果我们到达8级之后，我们有2条线，一是开出6主宰来，这是最强的一条线。6主宰可以继续提高我们前排的坦度，色提这张卡的强度也很高。其次是我们需要开出4兵王来，上凯南和阿卡丽。不过4兵王相较于6主宰而言，这2张卡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，只能提供一个挂件的效果来，所以效果会比较差。在我们到8级之后，如果我们有能力继续上9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刮这3张卡。卡牌在3到4回合的时候有概率给小妮口，有机会捏3星的乌迪尔。杰拉则可以提供一个加攻速和补伤害的效果，还可以给他鬼书或者红 buff 挂重伤。寒冰则是一张比较普通的卡，大部分情况下都比较弱。赤霄这里想强调一点，那就是这套阵容的前排的破抗和重伤装非常重要。逻辑上说，这套阵容基本上80%的伤害都由卡莎造成，所以卡莎是很难接受出青羽或者日炎这样的功能装。在有能力的情况下，反而应该给他找光明装备来得更加合适一些。我们继续来讲一下这套阵容的装备选择。左边这2套装备是2个 C 位的神装。卡莎的青龙刀是可以跟阳刀进行平替的，毕竟弓和大棒是很难消化的散件。其次是破防，可以跟巨鲨互相平替。不过破防提供的属性比巨鲨好很多，尽量不要换破防这个位置。其次是科技枪这件装备，科技枪是一件在特殊情况下会出的装备，会在后续的果实篇里讲到。门多的装备里，虽然狂徒是最好的装备，但是狂徒会消耗2个腰带，而腰带要么要去做破防，要么要去做薄木和日炎，所以狂徒是一个不太切实际的神装。但是救赎和板甲是非常重要的装备。奥恩神器这里，因为新赛季刚开，加上这套阵容比较冷门，所以数据来源比较少，这里只做这3件装备的推荐，有遇到神器的可以考虑拿一下。门多的肉装就是比较强的装备了，这3件无论哪件拎出来都是门多很强的装备。光明装需要着重讲一下，因为这套阵容大部分伤害都由卡莎来打，所以说能拿到光巨鲨、光破防和光无尽的局都是好局。其次是门多的光明装备，门多的光明装备里优选光板甲，光板甲可以提供每秒回血的效果，并且能提供主宰羁绊缺少的双抗，也是非常优质的装备。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卡莎的果实选择问题，只推荐这3个果实：战斗力超过9000、最大攻击力和纯粹弹幕地狱。战斗力超过9000和最大攻击力都是可以无限成长的果实，对卡莎这样的单 C 阵容来说非常的关键，尤其是最大攻击力这个果实，配合卡莎本身杀人就能提高攻击力的特性，在后期有非常恐怖的统治力。门多的果实这里最推荐的是哥斯拉巨人，因为门多本身比较肉，稍微躲一躲，基本上能够稳定活过15秒。这个时候一个 1.5 秒的全图眩晕就很强了。其次能够选择的果实里，像是2周目、抵抗、勃勃生机、孤身战力都是很强的果实，其中最强的应该是孤身战力和2周目。2周目跟门多有着一个联动效果，门多可以提供最大生命值，而2周目的果实也是以最大生命值来的。孤身战力能够提供35%的生命值，也跟门多本身有一定的联动。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卡莎的海克斯选择，因为海克斯选择本身是比较灵活的，所以这里重点讲几个比较强的海克斯。
帮助大家拓展思路。首先是像腰带一流、潘多拉装备这样的装备类海克斯，能够提早让卡莎这个阵容来到强势期。卡莎在3阶段的胜负关系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卡莎需要杀人来叠攻击力，所以一定要保证3阶段是能够连胜的。其次是像寻宝这样的超模海克斯，类似寻宝这样的超模海克斯的，还有一个最后1秒营救。这2个海克斯在现阶段都是看到必拿的海克斯，特别强。其次要讲的是像潘多拉备战鞋这样能够快速3星的海克斯，这样在中期能够快速3星，防止我们一直3不了，断掉我们游戏的节奏。其次像灵魂连接、神盾石这样很适合6主宰这种很肉的羁绊的海克斯也很好。最后则是像日炎棋盘这样的提供功能性的海克斯，还有像无序进化这样的毒狗类海克斯也是很优质的。我们来到今天的实战讲解环节，一把是比较倒霉的劣势局，另外一把是正常的运营局。先来看这把比较倒霉的对局，开局的质量不错，有一个2星前排和2星后排，想给纳尔找一个点金手前期打点钱，可惜没有找到。第一个海克斯，我们优先刷掉比较差的至高天转，入门套件也比较差，刷掉。在门票保底的情况下，我们刷掉了第3个海克斯。这里选择拿门票玩奥德赛，或者拿光明圣物打连胜，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门票跟奥德赛的联动比较一般，我们最终选择拿光明圣物尝试打出连胜。光明圣物这里胜率比较高的就是光板甲和光蓝，但是这里我们的纳尔携带光蓝会比较差，所以犹豫了一会儿，选择给石头人选下光板甲。装备这里能够合成出来并且比较通用的只有星之钢和免位了，我们需要具体看一下对局的情况，如果感觉打不过对方的话，就把装备合成出来。光板甲能玩的毒狗比较多，镜、卡莎、小火龙都是很好的选择。这里卡莎新来了，我们就先给卡莎吃果子。卡莎2个能够无限成长的果实，最大攻击和战斗力超过9000，都有吃鸡的上限。前期能够刷出来就尽量刷出来。这里我们刷出了最好的果子，最大攻击叠的攻击力，配合上卡莎本身杀人能够叠的攻击力，只要中期能够打出连胜，在后期能够轻松叠出上百点攻击力来，打出爆炸的输出。如果这里没有刷出2个比较超模的果实，选择卡莎阵容就需要谨慎一些。我们来到3-1，调到了2星的卡莎和2星的门多，看上去这是一把天胡局，可实际上装备爆得惨不忍睹，一件装备都合不出来。我们这4个散件只能被迫挂在这里，因为卡莎这张卡杀人会叠攻击力，所以中期是一定要赢下对手的。但这里我们装备也不知道怎么合才能合出正常的装备来。海克斯这里神盾使是主宰阵容最好的海克斯，但这里我们装备实在合不出来，所以只好选择以眼还眼来稳住我们的节奏。蓝 buff 只能勉强说是能用的装备，但肯定不如青龙刀和羊刀。因为我们这里质量调得很好，所以没有抢先上6去递牌，一定要递出正常的场面质量来，保证我们的连胜。这样我们作为毒狗阵容的节奏才不会断，也能给外面更多的压力。选秀这里又是1个弓和大剑都不给，只好再拿下1个眼泪来。3-5上6之后稍微抽2下，因为现在2星门多带个光板甲还是很强的，所以稍微抽一下，抽出4主宰就可以停手。正常来说，卡莎这套阵容在3阶段是没有人能够打赢他的，就算是卡特遇见2星的门多大人，也只能束手就擒。我是给门多选下哥斯拉巨人，门多的哥斯拉巨人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震出来，如果遇到突然被秒杀的情况，就稍微往旁边顶一下，不要直接顶在最中央。狼哥这里算是捅了眼泪窝了，一堆眼泪也不给个大剑，完全不知道怎么消化。把2个蓝 buff 全部敲掉之后，敲出来的装备又比较一般，没有腰带，没有大剑，做不出无尽，做不出薄幕，想死的心都有了，只好勉强做一个青羽，带个纳什先过渡着，看看后面能不能找到大剑。可以看到装备这么普通的卡莎，面对2星的福利，还是轻松的赢下了对手。第3个海克斯希望能来个潘多拉救一下，结果6个全都是很差的，幸好最后一刷刷出来个终极飞升能勉强保底。
不过目前装备上的问题依然非常严重。这里门多数量比较多，率先3星了，但是卡莎的数量还是特别的少，所以我们这里还上不了人口，要慢慢的递卡莎的数量。但就是我们这样的瘸腿卡莎，面对卡特依旧能够轻松打赢。卡特在主宰卡莎面前，很难想象要怎么样才能赢下对局。选秀这里终于把无尽补了出来，卡莎也算是有了像样的3件装备。不过你以为这把的倒霉就止步于此了吗？显然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同时我们9连胜，不想断掉这个连胜，所以就算是在竞野前，我们依旧是把钱全部梭哈掉，去追3星的卡莎。可惜没有追出最后一张来，整整50块钱只递到了1张卡莎。野怪又爆了很多我们不需要的输出装，这里装备一定要烂2件了。我们把野怪拿到的钱全部用来梭哈卡莎，可惜又是没出3星的卡莎。5-2，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后一张卡莎。因为这把我们没有给门多找到绿甲，所以回血稍微差了一点。我们选择把巨人拆掉，给门多找一个能回血的博博生机。站位这里就这样站，门多站右3，卡莎站底角。这样的话，卡特是一辈子也钻不进来的。最后这把，因为我们上不了8，开出6主宰，加上浪费的装备太多了，后期自然打不过别人，但也顺利的拿到了老3的名次，也是滞销玩到的卡莎里最倒霉的一把。第2把分享一把比较糊的顺风局，我们开局第1个海克斯选择拿下了大亨之铠打连胜，卡莎最好不要拿下收集者来，因为卡莎本身的兵王羁绊就自带斩杀。和收集者之间会产生效果的重叠。第2个考虑了一下，要不要继续做破防？做破防的话，可能会导致前排有点脆，所以还是选择拿下了板甲，来保证前排可以打出钱。前期可以优先用圣盾羁绊来过渡，帮助卡莎开出兵王羁绊。卡莎的被动必须要击杀敌方单位才能获得攻击力，所以开出兵王羁绊来 K 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在外面看到了一家玩镜的选手，镜同样也是走主宰体系的，会抢我们的卡，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清楚能不能跟对方冲到底。海克斯这里刚好出了潘多拉，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。在潘多拉的加持下，我们的门多和卡莎几乎一定能到达2星，加上我们这把卡莎的果实是最大攻击，所以果断选择硬冲对手。拿到潘多拉的时候就要多抽一点，抽出2星2费来变，会更加的划算，一下就能变出3张来。这家赌镜的不小心随了一个变形重组器，反而卡了我们好多的体系牌。选秀的时候能先拿青龙刀和破防，优先拿哪个呢？肯定是优先拿破防，因为破防是用腰带合成的，腰带是怎么都不嫌多的，但是大件多了就只能敲掉或者做血手，多了是很亏的一件装备。出野之后，既然有羊刀没有青龙刀，我们就先用着羊刀。神器这里也别敲了，大亨之铠就挺不错的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这里不小心敲了把大剑。最后一个海克斯这里，高贵牺牲是主宰体系可以接受的一个战力，所以我们留下高贵牺牲进行保底。这里出了更好的灵魂连接，就果断选择留下灵魂连接。4-2这里，虽然我们2张关键卡都3星了，但是因为我们缺乏破甲，我们给门多带上了一个腐蚀的果实，加上对方是满战力的寻宝3星卡特，所以差一点点输掉了这波团。后续就是一些比较常规的运营了，无非就是上人口开羁绊，
把该盒的装备合一合。因为卡莎本身能够无限成长攻击力的特性，发育到后期基本没有人是我们的对手。决赛圈我们还是打这家寻宝的卡特，不得不说寻宝这个海克斯在这个赛季实在太超模了，一个金色海克斯能抵2个彩色来用。我们把乌迪尔递到3星，并且给门多换了一个巨象的果实之后，才勉强赢下对手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